这一集要介绍的是中国上海跟苏州的行前总攻略，会跟大家分享出发自由行的相关事项，像是天数安排、如何办理台胞证、机票、住宿的预订跟选择、出发前可以事先准备的事项、建议先预约购票的景点，还有当地的注意事项跟伴手礼推荐。如果你是自由行新手想了解，一定要看下去。上一集完爆上海跟苏州，我们介绍了45个景点给大家，可以扫描片尾的 QR code， 一键汇入所有景点的 Google Map 清单。扫描以后，点网址进来，就会看到共用的地图清单。点击这个储存清单，就储存成功了。接下来只要进到 Google Map 里面，点下面中间的已储存，就可以找到地图清单了。其中这一些景点是我们推荐必去的清单，想要去上海跟苏州玩的话，可以优先考虑安排这些景点。一般我们会建议旅游天数可以安排5到7天，除了在上海之外，也能安排1到2天到苏州游玩。如果你的旅游天数少于5天，就会建议可以主要安排在上海的景点。如果是安排到7天以上，除了上海跟苏州，最远还可以到杭州走走。我们这边是上海跟苏州的每月平均温度，早晚会有温差，记得都要带外套。最多人会去旅游的旺季是过年跟寒暑假，人潮真的多到很可怕。1到2月会是气温最低、最冷的时候，建议可以准备像是手套啊、围巾、帽子等等的御寒用品。3到5月春季，很多地方花朵盛开，如果要赏花，记得选这个时间去。想吃到鲜美的大闸蟹，就要挑9到11月左右去上海。蓝色长条图代表各月的平均降雨量，梅雨季落在5到6月，建议可以避开这2个月份，才不会让大雨破坏了出游的兴致。确定要出发上海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办理台胞证。从订机票、住宿到当地的各个交通景点，台胞证都会是必备要随身携带的证件。首先要先确认护照效期还有6个月以上，不到6个月的话，记得要先去换护照。台胞证可以请旅行社代办或是自助邮寄送件，不过因为相关规定比较多又严格，所以会比较建议直接找旅行社代办。所需资料跟大头照的要求，会有专业人员帮忙注意看有没有符合规定，也可以省下不少时间。另外，中国也推出了台胞证旅游促销，只要你是首次办理台胞证，台胞证的发证次数是01的人，就可以免门票参观中国1200多个风景区。因为活动内容可能随时变更，所以记得在出发前上官网确认哦。从台湾搭机前往上海，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。上海的话有2个机场，浦东机场的航班比较多，也是以国际线为主，距离市区就有点距离。虹桥机场航班比较少，主要是有国内线的班机，距离市区就比较近，还有高铁共构，交通转搭很方便。飞往上海的班次也非常多，航空公司的选择也超多。这边举例几间常见的航空公司票价来参考，通常票价落在8000到1万元左右，最低也能买到6000元左右的机票。买机票的管道啊，除了比价网站、官网，还有旅行社代订。一般我们会建议使用比价网站，比较票价之后，确定好想要买的航空跟航班，再到该航空公司的官方网站买机票。也可以找旅行社代订，或是到旅行社的官网，也有机会买到比较便宜的票价哦。在订机票的时候，会发现有票价其实是不含托运行李的，所以才会比较便宜。如果你有托运行李的需求，记得要特别留意。另外，在订购前往中国的机票时，会需要使用到台胞证，因此一定要赶快先办好，才能预订机票哦。订好机票，接着就可以来订住宿了。这边是6个建议住宿的地点，交通方便，商圈也很热闹。一般饭店的价格会落在台币3000到5000元，有的饭店在预订的时候会需要使用到台胞证，办理入住的时候则是会需要用到所有入住人的台胞证。
中国插座的形状跟台湾的雷同，但电压是比较高的220，可以注意电器的插头上标示可支援的电压范围，如果没有支援220，就要另外准备变压器。中国的网路会受限，所以建议可以直接在台湾购买免翻墙的方案，就可以自由使用应用程式跟网站了。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eSIM， 如果装置不能用的话，还有网卡、电信漫游的选择。至于要如何知道自己的手机可不可以使用 eSIM 呢？你可以打开打电话的数字键盘，输入米井06井，就会跳出装置的资讯。如果你有看到 EID 的序号，就代表你的手机可以使用 eSIM 卡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代表你无法使用。在上海，几乎90%以上都会使用行动支付，就连那种路边的小摊贩，甚至是扭蛋机，也都会有条码可以扫描付款，所以现金的使用率并不高。这边有几个我推荐的 APP， 可以先下载注册，使用起来更方便。像是微信支付、高德地图都是上海旅游必备的，其他你可以依照需求来决定要不要使用。这边跟大家分享微信如何绑定信用卡。首先打开 APP， 点选右下角的我，接着点选支付与服务，点进钱包，点信用卡、千账金融卡，就可以新增卡片。这边就可以输入卡号新增，记得只能新增用户本人的卡片。输入完资料，验证完毕之后就成功啦。接下来回到支付与服务，点选收付款，就可以看到付款、收款等等的功能。回到微信的聊天页面，从上面往下滑，会看到小程式。小程式像是各式各样的 APP， 有官方、不同店家的，都集合在这边，有不同的功能，可以点更多来找到更多小程式。像是城市通，就是类似交通卡的小程式，点进去就可以开通地铁乘车码，经过实名认证就可以使用。像是苏州地铁、上海地铁都可以用这边生成的乘车码搭乘，费用就会从绑定的信用卡来扣款。在登机前可以先到网路报到，会比现场柜台报到还要省时。如果你没有行李要托运，还可以直接去过海关准备登机。这边举例的是桃园国际机场内有提供线上报到的航空公司，这边以长荣航空举例，跟大家分享如何用 APP 线上报到。首先要先下载航空公司的 APP， 接着再注册登入。进来以后，点选行程管理报到，这里要输入定位代号跟姓名。定位代号可以在订票完成的确认信内找到，这边点选报到。进来要选择报到的旅客名单，如果有同行伙伴，可以勾选起来一起报到，这样就报到完成啦。往下滑就会看到电子登机证，点进去就有电子登机证了。如果你没有托运行李要托运，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条码进去过海关。回到这个页面，你也可以选位哦。行李方面也有规定需要注意，随身手提行李有携带液体的限制，主要是看瓶身的容量标示，不超过100毫升才可以带上飞机。另外就是不能随身携带一定要托运的东西，也要特别留意。托运行李的话，主要有重量限制，要看每一家航空有不同的规定。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是，行动电源一定要放手提行李，不能托运。对行动电源也有严格的规定，像是机身的 WH 一定要标注清楚，要入境中国就不能携带超过100 WH 的行动电源，所以出发前记得确认自己的行动电源标示，以免被丢掉。抵达上海之后，要从机场到市区有4种常见的交通方式，最普遍搭乘的就是地铁，车程1小时左右，票价超级便宜。但在中国搭地铁都要经过安检，需要排队，所以大家在安排行程的时候要多预留一些时间。最快到市区的交通是磁浮列车，只要8分钟就会到了，但票价也高很多，而且搭磁浮列车通常还要转地铁，总共会需要过2次以上的安检，携带大型行李的话非常不方便。另外，你也可以搭计程车，或是提前预约专车接送。购买链接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给大家参考。上海跟苏州都有地铁，很多景点都可以搭地铁抵达，或是选择滴滴打车，价格也不会很贵。
这边列举的是一些通往知名景点的地铁线，可以下载前面提到的上海地铁官方指南，就能帮你算好票价跟时间，规划行程跟预算非常方便。除了使用微信里的交通小程序之外，你也可以购买实体交通卡。它这个是分不同城市使用，不能联通。可以跨县市使用的有中国交通卡，但会比较建议要一次去很多个城市的人购买。你也可以找到售票机来买交通卡，点选购卡，选择交联普通卡，微信支付，输入你要储值的金额。在购卡时需要付20元的押金，是可以退卡退还押金的。上海跟苏州也各有推出地铁套票，这边就可以评估行程安排的花费，来决定要不要购买套票。如果你要从上海前往苏州，最推荐搭乘高铁，只要1个小时以内就会抵达。后面我们就来示范如何购买高铁票。我是先在 trip.com 上面预定，选择火车票。输入我们出发跟抵达站，接着选择搭乘日期，点查询，就会跳出超级多班次，选择你要搭的那一班按预定。这里要填写资料，选择座位。好了，按下一步进行付款，就订购完成啦。这4个是到上海、苏州旅游，建议要事先预约买票的景点，尤其是苏州博物馆，没有在开放日的早上8点预约，基本上就很难抢到了。迪士尼就不用说了，一定是超热门。规划好行程之后，都要记得先去预约。这边是几样推荐去上海可以买的伴手礼，蝴蝶饼我很喜欢，非常好吃。大白兔奶糖跟上海女人雪花糕都是上海超具代表性的伴手礼。如果有喜欢搜集泡泡玛特的人，到上海去买价格也会便宜许多，款式也很齐全。最后要跟大家提醒几点到中国旅游的注意事项，像是台胞证一定要随身携带，几乎是去哪里都有机会用到。再来就是地铁都需要过安检，禁止饮食，还有不能在车厢里面外放音乐，是会被罚款的。之后也会带来上海、苏州的1日游行程，总共8集的详细介绍，一定要锁定频道。记得先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喜欢影片也欢迎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。